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许多牙医总是狂推植牙。难道植牙真的那么完美无缺，适合所有人吗？还是一场隐藏在白袍下的行业机密？一位资深牙医透露，其实有一个更安全、更省钱的选择，可以替代植牙费用，省下将近90%，还能保住你的好牙。在你或家人决定动手术之前，一定要先了解这个可能改变你决定的真相。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植牙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以及那个被牙医圈很少提起的替代方案。走进任何牙科诊所，映入眼帘的尝试植牙的宣传海报，缺牙就种牙，恢复咬合力，一劳永逸。植牙也称种牙，被包装成仿佛种下一颗新牙般简单自然的疗法。有些广告甚至把植牙称作第三副牙齿，强调它几乎和真牙一样能终身使用。听起来很诱人，对吧？谁不想用最先进的方法快速解决缺牙的困扰呢？确实，现代植牙技术是牙科医学的一大奇迹。1965年，瑞典骨科医生布里恩·马克教授成功将纯钛植体植入人体骨骼并牢牢藏合，开启了现代植牙的序幕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植牙技术逐渐成熟并推广全球，许多缺牙的患者重新长出了牙根，恢复了咀嚼功能，重拾笑容。对于失去牙齿的中老年人而言，植牙带来了福音，不用戴活动假牙，也不必磨损两侧的牙齿，就能在缺牙处装上一颗牢固的假牙。乍看之下，植牙仿佛是牙科领域的终极解决方案，但是植牙真的如同宣传般完美吗？表面上它解决了缺牙问题，让人重获新生，然而背后是否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故事？为什么很多牙医逢人就推荐植牙，仿佛除了植牙别无他法？让我们先从牙医的角度出发，看看植牙热潮的背后动力。不可否认，植牙已成为牙科诊所的重要业务之一。对牙医来说，推荐植牙有几个明显的好处。首先，收益可观。植牙属于高单价的医疗服务，一颗单植牙往往要价数万甚至10数万台币，几乎是一般补牙或根管治疗的数倍到数十倍。对于自费项目居多的牙科来说，植牙带来的营收相当可观。有经验的人打趣说，做一颗植牙的收入可能抵得上帮几十颗牙齿补蛀洞。在利益驱使下，部分业者自然更倾向于推荐植牙这条黄金路线。其次，省时省事对某些牙医而言也是考量之一。想象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患者的牙齿出了问题，牙医选择替他保存牙齿，这可能需要反复的治疗抽神经、做根管、补强牙根、装牙套，甚至还要处理牙周问题，来来回回多次复诊，费时费力。而另一种情况是直接拔掉坏牙，种上一根植体，再装上人工牙冠。对牙医来说，后者流程相对标准化，成功率高，也不必担心原本坏牙治疗后可能失败的风险。换句话说，拔掉重建有时比修修补补来得简单。这就好比一位修车师傅遇到引擎故障时，可以选择慢慢检修每个零件，也可以干脆整颗引擎换新。当然，换新的收费更高，过程也省去许多细致调教的麻烦。还有，潮流与广告效应也不可忽视。植牙技术发展到今天，已经形成一种潮流。许多诊所喜欢在广告中强调自己的植牙技术多么先进，有多少成功案例，患者耳濡目染。自己上门时常常就直接说，医生，我这缺牙是不是要植牙？当大众对植牙趋之若鹜时，牙医若不主推，仿佛就落后于潮流。有些诊所甚至以植牙案例多少作为业绩指标，这种风气下更推波助澜了，有动拔牙，拔牙就种牙的一条龙处理模式。然而，正如每个硬币都有两面，植牙热潮背后也潜藏着鲜为人知的阴影。一位行医数十年的资深牙医看在眼里，直言现在有些年轻牙医只会种牙，不会治牙，让他忧心忡忡。他决定站出来，揭开这股风潮背后的秘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跟随这位牙医前辈的脚步，一一揭露植牙疗程中那些牙医没告诉你的事。隐忧一，成功率没你以为的高，寿命也非永久。许多广告给人的印象是植牙可以一辈子牢牢用，下半生都不用再担心掉牙，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
现实中，植牙的成功率与寿命受到很多因素影响，并没有宣称的那么天长地久。根据一些牙医师的临床观察，植牙10年的存活率可能不到50%。听到这里，你或许非常惊讶，不到50%是什么概念？意思就是说，做了植牙的人，可能10年内有将近一半遇到植牙的问题或失败。当然，不同研究给出的数据略有差异，有些报告显示10年成功率约80%左右。然而，即便是80%，代表每5个植牙患者中，仍有1位在10年内失去那颗植牙。也就是说，植牙并非你以为的种下去就一了百了，它也有不小的失败率和使用寿命限度。植牙失败的情形可能包括植入骨头的人工牙根松动或无法骨整合，没能牢牢长在骨头上，植牙周围发炎导致骨头流失，连结种植体和牙冠的螺丝断裂或松脱等等。很多情况并不是立即发生，而是种上去几年后逐渐出现问题。最棘手的是，当初跟你大力推荐植牙的医师，很可能在问题发生时已经不再对你负责，多数诊所的植牙保固也就5年左右，超过时间就得另行计费处理。换句话说，植牙的长期风险常常被淡化了，当初说好的一辈子，可能变成10年不到就寿终正寝，而你还得自掏腰包善后。隐忧2，没有牙周韧带，植体出了问题，你感觉不到。我们天然的牙齿之所以奇妙，不仅是因为它们能咬断食物，还因为每颗牙齿根部都有牙周韧带这个隐形英雄。牙周韧带是一种连接牙根和齿槽骨的微小纤维组织，充当着弹簧垫与警报器的双重角色。一方面，当我们咬硬物时，牙周韧带会略为缓冲，使牙齿不至于因瞬间的过大咬合力而碎裂。另一方面，牙周韧带内分布着神经和血管，一旦牙根周围有炎症或细菌入侵，牙周韧带会发出疼痛或不适的信号，提醒我们出了问题。也就是说，真牙有自己的避震器和预警系统，但植牙就不一样了。植体是纯金属，通常是钛金属制成的螺丝，直接锁入骨头里，周围没有牙周韧带，骨头与植体紧密相连，等于是硬碰硬。当你用植牙咬东西时，力量不再有韧带来缓冲，而是直接传到骨头。因此，如果咬到过硬的东西，植牙所受的冲击力完全由植体和骨头承担，很可能出现微小的骨裂或植体松动，而你自己却不会像真牙那样有明显的酸痛警讯，因为植体周围没有神经来传递痛感，结果往往是等到发现异常时，问题已经变严重了。同样的道理发生在感染上，如果我们自己的牙齿周围有轻微发炎，牙周韧带的存在会让那颗牙感到一点痛或浮起来，提醒你赶快治疗。可植牙周围一旦滋生细菌，由于缺乏韧带组织，早期常常无声无息。很多植牙患者自觉一切正常，直到某天回诊拍 X 光，才猛然发现植体周围的骨头已经被细菌偷偷吸收了不少。这种发生在植体周围的骨头感染与流失，被称为植体周围炎，性质上类似真牙的牙周病，但进展往往更隐匿、更迅速。因为没有疼痛预警，患者往往到了骨头流失很严重，植体开始松动时才察觉到，那时治疗为时已晚，往往只能拆除植体。可以说，植牙少了牙周韧带这道防线，风险其实大大增加。但许多时候患者并不了解这点。隐忧3，身体条件与手术风险被低估的地雷，并非每个人都是植牙的理想人选。有一些身体状况让植牙的风险大幅提高。资深牙医特别指出，有3种情况需要格外谨慎：严重的慢性病患者、抽烟成瘾者以及牙周病未受控者。首先是全身性慢性病，例如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免疫系统问题等等。以糖尿病为例，若血糖长期控制不佳，身体愈合能力会变差。植牙是一个需要骨头愈合的过程。糖尿病患植牙后，容易伤口愈合不良或感染植体存留的成功率明显下降。再如一些心血管疾病患者服用抗凝血药物，植牙手术出血风险较高，需要停药评估，非常麻烦。如果医师不仔细评估病史，就草率植牙，可能酿成意外。
国外就曾经发生过植牙时因出血不止而危及生命的案例。2012年前后，日本有一例震惊社会的事件，患者在下颌植牙时刺破舌下动脉，引发舌底大量血肿，压迫呼吸道，情况十分危急。这类极端案例虽然罕见，但提醒我们，植牙终究是手术，有其固有风险。对某些高风险族群而言，一颗小小植牙手术也可能变成大危机。其次，重度吸烟者也是植牙的不良候选人。香烟中的尼古丁等有害物质会收缩血管，减少局部血液供应，不利于伤口愈合。而且研究显示，吸烟者植牙后发生植体周围炎，骨头流失的比例明显高于不吸烟者。可以说，烟瘾是植牙的大敌。有良心的牙医在替病患规划植牙前，往往会询问抽烟情况，并强调戒烟的重要性。如果某位医师对你的烟龄只字不提，就急着签约植牙，那可要提高警觉。对方可能只想做生意，没把风险告诉你。最后，未经过控制的牙周病患者植牙风险也非常高。很多人原本就是因为牙周病，俗称牙周炎、牙槽骨萎缩而掉牙。如果牙周问题没有根治，就仓促在病灶区域植牙，等同于在松软的烂泥地、不健康的牙槽骨上种树。植体周围环境充满致病菌，复发感染几乎是时间问题。一些贪快的疗程可能在拔牙当下立刻植入人工牙根，但患者口腔里牙周病菌根本尚未清除干净。短期看或许问题不大，但长期植体周围骨头很可能再次遭殃。就像把树种在虫害未除的土里，树根迟早腐烂。正规做法其实是先治疗稳定牙周状况，确认口腔环境健康，再考虑植牙。不过许多诊所为了抢客，宣称即拔即种，一次解决，却对背后隐患轻描淡写。对此，那位资深牙医语重心长的比喻，植牙就像在骨头里种下螺丝，植之前一定要确保土壤肥沃干净，牙槽骨和牙龈健康，土质不好种下去早晚出事。这句话点出了重点，植牙成功与否，牙槽骨条件和牙龈健康才是关键。如果连原本自己的牙齿都因牙周病待不下去的环境，换成人工的就万事 OK 了吗？恐怕未必。隐忧是维护不易，后续成本高昂。除了成功率和身体风险，植牙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面向后续维护与隐藏成本。当你装上一颗植牙，故事并未结束，反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首先，植牙需要勤快的口腔卫生维护。由于植体周围没有牙周韧带和致敬能力，如果清洁不到位，更容易积聚菌斑，引发发炎。因此，植牙患者必须更加用心刷牙，使用牙线或牙尖刷，定期回诊洗牙。稍有怠慢，植体周围炎就可能悄悄来袭。很多人在做完植牙后以为高枕无忧，结果因懒于保养导致问题重生。其实植牙不是装上去就万事大吉，它需要你用心侍奉才能长久相安。再者，植牙就像机械零件，用久了可能出现磨损、松动等零件问题，比如连接植体和假牙的那颗小螺丝，长期受力可能松脱，需要重新锁紧。植牙上的瓷牙冠用久了也可能崩裂、耗损，需要更换。这些都意味着额外的维修费用。有些人可能不清楚，不同植牙系统之间的零件并不通用，市面上植体品牌琳琅满目，各有各的规格。如果多年后你的植牙螺丝松了，而当初的诊所已经没有经营该品牌，光找适配的工具和零件就可能是一场麻烦。换而言之，植牙把你和特定器材绑在一起，一旦出问题只能回原厂或有限的几处修理，价格往往也不便宜。最可怕的是植牙失败后的处理。假如某颗植牙最终撑不住拔除了，后果比原先掉牙还复杂。植体取出时，由于它已紧密嵌在骨头里，拔除需要技巧，可能还得补骨、植骨粉、填补骨缺损。拔掉植体后，该位置的骨头品质往往比最初缺牙时更差。如果将来还想重种，可能得付出更多的时间、金钱做骨增生手术，或者不得不改戴假牙了。这些额外的隐藏成本与风险，当初卖你植牙疗程时，有多少人会主动提及呢？综上所述，植牙并非不好，而是远没有想象中那样完美无缺。
一次搞定。植牙解决了缺牙的问题，却引入了维护、风险和成本的新课题。了解了这些潜在隐忧后，再回想牙医们为何那么爱推植牙，你或许已经懂了几分。如果有一种方法能不用开刀、不重金属，又能填补缺牙的空洞，同时花的钱只是植牙的零头，那真是梦寐以求的选择。接下来，这位资深牙医就要揭晓他所说的更安全、更省钱的选择到底是什么。秘密武器揭晓，保住原牙胜过种牙。资深牙医强调的第一要务不是别的，正是尽可能保住你自己的牙齿。听起来很平凡，但在如今植牙当道的风气下，这反而像一句惊世骇俗的真理。他说，牙有了毛病，能治最好治，有自己的牙齿当基础最好。意思是，只要牙齿还有救，就应该想办法把它治好，留在口中，而不是动不动就拔掉换人工的。毕竟天然的牙根在那里，比任何植体都更贴合你的身体，也有牙周、韧带这样的天然优势。许多经验丰富的牙医都抱持这样的理念，能保留真牙就不要轻易拔牙。这其实是传统牙医学的核心价值观，只是在商业浪潮下渐渐被遗忘了。拿常见的牙痛案例来说，如果一颗牙齿蛀得很深，甚至伤到神经，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透过根管治疗挽救的。根管治疗俗称抽神经，听起来可怕，但其实就是将发炎或坏死的牙髓清除干净，替牙根管道消毒填充，让牙齿没有痛源，然后封闭加固。之后再装上牙冠或补强，这颗牙仍然可以继续服役多年。虽然做根管需要几次疗程，技术也讲究，但成功后你等于还拥有自己的牙，只是失去了神经而已，对咀嚼没大影响。费用方面，根管治疗加上一颗瓷牙冠的总价通常也就在几万元台币左右，和动辄10万上下的植牙相比，便宜太多了，大约只是2成甚至1成左右的费用。更关键的是，它保存了你的真牙根，即便用了牙冠，你咀嚼时仍有牙周韧带在发挥作用，那颗牙仍有生命力。而如果直接拔牙植牙，不仅花钱更多，还牺牲了一颗原生牙齿以及它所有的优点。有人或许会问，万一牙齿坏到连根管治疗都无法挽救呢？比如严重断裂到牙根，牙周病导致牙根松动严重，这种回天乏术的情况下，牙医确实可能建议拔除。但拔除了是否一定得植牙呢？未必。这里就要介绍那位牙医透露的第二个省钱安全选择，粘着式牙桥，又称马里兰牙桥。这是一种不用植牙也不用大幅磨牙的固定假牙方法，对于单颗缺牙尤其适用。传统方式要补一颗缺牙，不是植牙就是做固定牙桥。传统固定牙桥需要把缺牙两侧邻近的好牙磨小，套上牙冠来支撑中间的一颗假牙，3颗连成一桥。这虽然不用手术，但代价是毁掉两边本来健康的牙齿外形，等于杀敌一颗，搭上2颗无辜好牙。很多人不愿意磨好牙，所以转而接受植牙。然而粘着式牙桥的巧妙就在于它几乎不磨牙。它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想象你缺牙的空隙要装一颗假的牙齿，我们给这颗假牙设计2个薄薄的小翅膀，延伸向左右邻牙。制作时，技师会把这对翅膀做得贴合邻近牙齿的内侧面。当牙医操作时，只需要在邻牙内侧稍微粗化表面，有时甚至不需要磨，只做粘着剂处理，然后将带翅膀的假牙用高强度树脂粘着剂贴在邻牙上。等待粘剂固化后，这颗假牙就像长出了双翼，紧紧靠在2侧牙的内侧，稳定地悬挂在缺牙的位置上。从外观看，它填补了缺牙的空间，几乎跟原本长出一颗新牙一样。从邻牙的角度看，内侧贴了一个薄片，但外形基本无改变。粘着式牙桥最大的优点就是保存邻牙结构，它不需要将2旁牙齿磨成小桩子，也无需破坏邻牙的牙髓神经。2侧好牙几乎毫发无伤，仍然各自独立健康的存在，只是在内侧帮忙背负着中间那颗假牙而已。也因为免除了手术和大量磨牙，粘着式牙桥在安全性上相当突出，没有植牙的手术风险，感染风险也低，对邻牙伤害也极小。不仅如此，费用更是令人惊喜。粘着式牙桥通常仅相当于单颗牙冠略高的价格，
举例来说，一般全瓷牙冠可能要价1万多元，而制作一组粘着式牙桥也许2万左右就能搞定，视材料和诊所而定，几乎不到植牙费用的30%，甚至只有1%多。和动辄数万、数十万的植牙相比，真的是省下90%费用也不夸张。或许你会担心，粘着式牙桥粘上去牢靠吗？会不会一咬硬物就掉？事实上，只要病例选择得宜，例如缺牙位置不承受过大的咬合力，通常前牙或小臼齿位置最适合，粘着桥是可以用得相当稳定的。现代牙科粘着剂的强度极高，金属或陶瓷材质的小翅膀在牙齿内侧贴合良好后，可以承受日常进食的力量。医师也会针对个案设计翅膀的形状，以求最佳固位。即使将来某天真的松脱了，也不会对你的天然牙造成任何新的损伤，重新粘回去就好，或者改做其他治疗也完全来得及。相比之下，一颗植牙如果出了问题松动，可就没有重新粘回去这么轻松了。除了粘着式牙桥，活动假牙也是一个经济实惠的传统方案，尤其对多颗缺牙甚至全口缺牙的长者，活动假牙能一次解决多颗牙的缺失，价格只需植牙的零头。很多长辈戴了一辈子假牙也用得很好。活动假牙的优点是清洁方便，费用低廉，缺点是需要每天取戴，部分人觉得异物感较明显，但无论如何，它提供了植牙外另一种选择，而且不会对身体造成手术创伤。对某些高龄或不适宜手术的人来说，活动假牙其实更安全可靠。当然，我们并非要把植牙妖魔化，也不说粘着桥或活动假牙毫无缺点。公平地说，粘着式牙桥比较适合单颗缺牙且邻牙健康的情况。如果缺牙处承受的咬合力特别大，例如大臼齿区域，或邻牙本身条件不佳，那粘着桥的使用寿命可能受限，可能几年需要重新粘贴或修复。活动假牙则需要有耐心适应，定期调整，但关键在于患者应该根据自身状况，充分了解各种方案的利弊，再做决定，而不是被单一选项牵着走。资深牙医感叹，如今不少人一听自己哪颗牙不行了，脱口而出的就是那拔掉种牙吧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如果多问一句，医生，这颗牙有办法治吗？不一定要拔吧，也许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只有植牙这条路。只是遗憾的是，有时医师没有把这句话的机会留给你，他们已经替你做了选择。而我们今天讲的，就是希望大家在面对植牙建议时，脑中多一盏警示灯，嘴上多问一个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透过上述分析，我们不难理解那位资深牙医所说的行业机密其实并不复杂，就是能不植牙就别植，能留牙就留牙。但这句大白话背后，折射出当前医疗产业的一些现实。一名牙医是否愿意花时间为你保存牙齿，往往取决于他的医德和技术水平。能植牙的医生不一定会治牙，会治牙的医生才是医术高超的医生。这句话是那位前辈牙医一针见血的评语，意思是植牙技术现在很普及，只要受过培训，多数牙医都学得会，没什么门槛。但要把疑难杂症的坏牙治好，救活却考验真功夫，也更加辛苦，赚不到大钱。所以真正医术高明又有医德的医生，应该是愿意帮病人省钱留牙的人，而不是只会用昂贵疗法的医生。听起来有些刺耳，但不可否认相当现实。试想，一颗牙齿如果可以治好，病人留着好牙皆大欢喜，但对部分逐利的医生来说，他辛苦治好那颗牙可能只收几千元，如果拔了重颗植牙却能收几万元，他会怎么选？难怪那位牙医慨叹，现在愿意慢慢给你修修补补的牙医越来越少，直接叫你换新的一堆。这种拔牙种牙速战速决的处置模式，看似干脆利落，实则让不少原本留得住的真牙过早牺牲，病人也花了本可不花的冤枉钱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如果我的牙医建议我植牙，我该怎么做才不会被套路？以下是几个小建议。多询问，当牙医说某颗牙需要拔除做植牙时，不妨礼貌地问，这颗牙有没有保存的可能？或者不植牙的话，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吗？
一位负责任的牙医通常会耐心解释各种选项的利弊。如果医生对你的提问不耐烦，或一口咬定除了植牙别无他法，那你就要提高警觉了，寻求第二意见。医疗决策中，第二意见往往很重要。如果对首次诊断处置有疑虑，可以再找另一位牙医评估。有时，不同牙医的经验和价值观会给出截然不同的建议。一位注重保存牙齿的医师也许能想到别的办法，而一心只做植牙的医师可能直接放弃你的牙。多比较总是好的。衡量自身状况，仔细告诉牙医你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需求。如果你有糖尿病、高血压等，务必确认医师在植牙前做好评估。如果你无法承担太昂贵的治疗费用，也应该坦诚沟通。也许医师会为你量身规划更经济的方案，例如先用粘着牙桥过渡，日后有条件再说。毕竟医疗不是买东西，最贵的不一定就是最适合的。最后，我们展望一下未来，也许有天人类真的不需要再仰赖植牙，因为科学家们正尝试让人重新长出真牙。听起来像神话，但近年世界各地都有团队在研究牙齿再生的技术，例如利用干细胞和生长因子刺激牙床重新长出牙胚。日本甚至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，如果顺利，也许再过10几20年，掉牙后打一针药就能长出新牙。不过，在这项革命性技术实现之前，我们还是得靠自己保护好仅有的这一副恒牙。结语：省下90%费用，留住100%真牙。今天我们透过资深牙医的良心揭露，看到了植牙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植牙并不是洪水猛兽，它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改善了患者生活品质，但也不是灵丹妙药，当中有风险和利益的纠葛，需要我们谨慎看待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学到了保住好牙的价值，自己的牙齿只要还留在口中，就是无可替代的宝贝。能用其他方法修复，就尽量别拔掉换人工的。这不仅仅是为了省钱，尽管省下的钱真的很多很多，更是为了更长远的口腔健康和生活品质。少一次手术就少一分风险，少丢一颗真牙就多保留一分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恩赐。当然，该植牙时我们也不排斥，植牙只是希望那是深思熟虑、别无他法后的选择，而不是轻率或被引导的结果。或许对某些牙医从业者而言，我们揭开的这些秘密有点刺耳，但真正有医德、有实力的好牙医，其实正是秉持这些理念在行医的。他们会尽力为你省钱省痛，优先考虑保住你的每一颗真牙，把植牙当作最后的手段。而那些张口闭口只知道推荐昂贵疗程的，未必是最佳选择。希望看完这篇深入探讨，你对植牙有了更全面的了解。下次再遇到牙齿问题时，记得多问一句，多想一层。你的牙，你做主。当牙医对你说，这颗牙我们拔了植牙吧，你可以微微一笑，问他，不植牙的话，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？也许这会成为你省下大笔费用，留住一口好牙的转捩点。守住我们仅有的真牙，才能笑得更安心、更长久。你的牙齿和钱包都会感谢你的睿智选择。